207年，刘备三顾茅庐，邀请诸葛亮出山，诸葛亮未出茅庐，已知三分天下。第2年，刘表病逝，其少子刘琮代立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曹操率领20万大军南下攻打荆州。那么刘琮会如何应对曹操的进攻？刘备又会何去何从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100万军。得知曹操率领20万大军前来攻打荆州的时候，刚刚继任的荆州牧刘琮非常恐慌，连忙召集部下商议。刘琮的部下蒯越、韩松、王粲以及傅训等人都劝说刘琮投降，可刘琮心有不甘。他说：“我想与诸位据守荆州，保住我父亲创立的基业，然后再静观天下的变化，不可以吗？”傅训上前说道：“我们作为臣下抵抗朝廷是叛逆之道，以荆州对抗中原是危险之事，派刘备去抵抗曹操也是无力之举。因此，将军想抵抗朝廷大军，必然是灭亡之路啊。另外，将军觉得你和刘备相比如何？”刘琮回答说：“那我不如他。”傅训便说：“如果连刘备都无法抵抗曹操，那么即便现在能守得住荆州，以后也不能自保啊。如果刘备能够抵抗得了曹操，那他以后也就不再是将军的臣下了，希望将军三思啊。”刘琮听后哑口无言，只能听从众人的建议，准备向曹操请降。此时刘备屯兵于樊城，他便瞒着刘备，让使者越过樊城，偷偷地向曹操投降。可不久之后，刘备还是得知了此事，气得暴跳如雷，立即派遣亲信前去质问刘琮。刘琮只能派宋忠去向刘备解释。刘备见到宋忠后，拔刀指着他怒斥道：“我现在就算砍下你的人头，都不解我心头之怒，可我要是杀了你，有如我大丈夫的威名。”于是他便释放了宋忠。此时曹操的大军已到达了南阳郡的治所宛城，刘琮已经放弃抵抗，只剩下他自己是无法对抗曹操的。于是无奈之下，刘备只能率众南下。路过襄阳城的时候，诸葛亮劝说刘备应该立即攻打刘琮，趁机占领襄阳，然后率领大军前往江陵，继续抵抗曹操。可刘备却说：“刘荆州临终之前曾托孤于我，如此背信弃义之事，无所不为。如果我这样做，死后还有何面目再见刘荆州呢？”他在城外呼唤刘琮，可刘琮因为害怕不敢出来相见，刘备只能继续南下。在此期间，刘琮的部下以及荆州的民众则纷纷地投靠刘备，准备跟随刘备一起南下。路过刘表的墓碑时，刘备上前祭拜，痛哭一番后继续出发。这时刘琮属下的王威向刘琮献计说：“曹操此时得知将军准备投降，刘备已经南逃，于是他必然会松懈，只要能给我数千骑兵，我便在险要之地打他个措手不及，必能擒获曹操。一旦曹操被擒，即可威震天下，中夏之地虽广，可传檄而定，到时候就不只是可收一胜之功，以保守今日之困而已了。这是难得的机遇，切不可失啊。”然而刘琮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。不多时，曹操的大军到达了襄阳城，刘琮正式举州投降。曹操非常高兴，立即将刘琮封为了青州刺史。之后曹操便率领大军南下追击刘备。刘备此时准备逃往夏口，当他们到达当阳地界的时候，跟随的民众竟然达到了10余万人，辎重就有数千辆。当阳即今天湖北省当阳市。然而由于跟随的人数太多，刘备的大军每天只能行进10余里。无奈之下，刘备只能让关羽率领数百艘战船走水路，他自己则率领其他人继续走陆路。两军相约在江陵会合，江陵即今天的湖北省荆州市。此时有人给刘备建议说：“我们此时应该迅速地保住江陵，可现在虽然我们人数众多，可披甲之士太少，如果曹操的追兵赶到，我们该如何阻挡呢？不如将这些民众舍弃，只率领披甲将士前往。”可刘备却说：“想要成就大事，就必须以人为本，这么多人背井离乡跟着我，我怎么能忍心抛下他们呢？”就在这时，鲁肃前来求见刘备。那么鲁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原来鲁肃得知刘表病逝后，就对孙权说：“荆楚之地与我江东相邻，如果能占据此地，便可打下建立帝王之业的基础。现在刘表刚死，他的2个儿子素来不和，
如果刘备与刘表的儿子们同心协力，那我们就与他们结盟；如果他们之间离心离德，那我们就另做打算，成就自己的大事。所以我请求前往荆州，向刘表的儿子们吊唁，同时劝说刘备安抚刘表的部下，同心同德，共同对付曹操，不能让曹操抢先占据荆州。于是孙权便派鲁肃前往荆州，然而等他来到荆州时，刘琮早已放弃抵抗，直接投降了曹操。鲁肃只能前来追赶刘备。他问刘备准备前往哪里，刘备回答说，准备去投奔苍梧太守吴郡。苍梧郡的治所在广信，即今天的广西梧州市。鲁肃说，吴郡就是个没有作为的庸人，你不能去依靠他。接着他便详细地述说了孙权的情况，以及江东的实力，劝说刘备与孙权联合，共同抵抗曹操。刘备听了鲁肃的分析后，决定合力抗曹。这时鲁肃也第一次见到了诸葛亮，他对诸葛亮说，我与你的哥哥诸葛瑾是好友。当即两人便结下了交情。再来看曹操，他得知刘备准备前往江陵后，非常担心，因为江陵的粮食和器械非常充足，一旦被刘备占据，则刘备必成大患。于是他舍弃辎重，只率领5000精锐骑兵急追，只用了1天1夜，竟然行进了300余里，终于在当阳的长坂坡追上了刘备。长坂坡即今天湖北省当阳市东北35公里处。刘备得知曹操的大军已经赶到，根本无法抵抗，只能丢下妻儿，只带领着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人逃走，跟随他的大量民众以及辎重则全部被曹军俘获，其中就有徐庶的母亲。于是徐庶为了保全母亲，只能辞别刘备，前往曹营。然而在混乱之中，赵云却突然不见了。有人对刘备说，赵云往北边跑了，估计是去投降曹操了。刘备听后直接用手戟打了过去，说道，子龙是不会弃我而去的。赵云字子龙，长山国真定人，即今天河北石家庄正定县人。他身长8尺，姿颜雄伟，与关羽和张飞并称为燕南3士。191年，他受长山国的推举，率领本郡一从投奔了公孙瓒。此时刘备也刚好投奔了公孙瓒，二人便在这里相识了。可是不久之后，赵云的兄长去世，他便向公孙瓒请辞归乡，两人也就此各奔东西而去。7年之后的官渡之战前夕，刘备被曹操打败，投靠了袁绍，两人在邺城再次相遇。从此之后，赵云便一直追随着刘备。当得知赵云不见后，刘备立即派张飞负责断后。张飞连忙召集了20余名骑兵，据水断桥。他立于桥头之上，大声喊道，我乃张翼德在此，谁敢前来送死？曹军的将士们见张飞虽然人数少，但都害怕他的勇猛，没人敢上前挑战，这为刘备的顺利撤退赢得了时间。而演义里，张飞大喊3声，第1声过后，河水倒流；第2声过后，桥梁断裂；第3声直接将夏侯杰给吓死了，多少是有点夸张了，正史是不会如此记载的。不多时，赵云怀抱着刘备的幼子刘禅以及刘备的妻子甘夫人，平安地回到了刘备的身边，但刘备的2个女儿则被曹军擒获。至于赵云7进7出救阿斗，以及刘备怒率阿斗，也同样是演绎，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。之后他们继续向东逃窜，到达汉津的时候，终于和关羽率领的船队相遇了。汉津即今天湖北荆门市沙阳县附近的渡口。当他们渡过沔水的时候，又遇到了刘表的长子江夏太守刘琦，他率领1万多人与刘备会合，之后两军共同前往夏口，即今天湖北省武汉市汉水之北。到达夏口后，诸葛亮对刘备说，如今态势紧急，我打算亲赴江东，求救于孙权。当时孙权率领军队驻扎在柴桑，即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西南。那么关于诸葛亮舌战群儒以及赤壁之战的具体情况，在正史中是如何记载的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